请老祖救救爷爷，救救爷爷！老祖保佑！老祖保佑！这小娃娃在这哭什么呢？吵到本尊睡觉了。你是谁家小孩？为何在我苏家祠堂？小孩？原来如此，本尊已经睡了200年了，又回到了孩童心态。你家长呢？没告诉你苏家祠堂不准进吗？我乃江城苏氏老祖，灵宝千尊，施百家饭，开众手艺，成众生愿。开什么玩笑！小孩，你快回家吧，我还要求老祖救爷爷呢。苏连产何妨要你感激于你的气运？你怎么知道我叫苏令辰？因为这是本尊赐你的名字。芭蕉扇不用，枝丫塔不用。爸爸，青桃。变了。小孩，你是什么人？给我吃什么东西？我800标兵奔头，4是4，10是10，哎，我不结巴了。你是本尊赐名新秀赐福的长孙，本因天资聪慧，是有人偷了你的气运，才让你变成资质奇差的结巴。您真的是苏氏老祖，可你看起来就只有4、5岁的样子呀。本尊每清修500年，便会返老还童，运势停留50年。老祖，爷爷突然病倒，命悬一线，求你跟我去救救他吧。走。好，走。老祖，怎么了？本尊只是打了个盹，而等煞气竟敢环伺苏寨，还不散开！小孩，你找谁？我找苏万山。你哪来的小屁孩？我们家主也是一种小杂碎，想见都见呐！赶紧滚滚滚！开门之犬也敢如此挑衅，难怪苏寨煞气如此聚集。敢骂我是看门狗，别以为我不敢跟小孩动手。我当谁呢？这不是赶出家门的小结巴吗？王管家，跟老祖道歉。老爷说了，苏家今后只有亚兵一个少爷，苏家不认你这个傻子结巴。这个小叫花子是你找来的，让他给我道歉。听不懂人话吗？不想成为废人，就给老祖道歉。你不结巴了？还轮不到你下人来问我。哎，好，哎，我道。我道你妈！呸！你个傻子了，会说话又能怎样？你已经被逐出苏家了，休想踏进苏家一步！来人，给我把那2个叫花子扔远点！来，不是老祖，为什么我动不了了？你用了什么药法？王总，你看看哪个不孝子孙，把苏家办成这样？老祖，这几个人好几百斤，你是怎么做到的？本尊乃灵宝千尊，尊乃君临神送的玉器，亦可搬山。你们
喜欢那就送你。这怎么好意思？那就谢。不好意思就算了。死嘴，怎么那么快？你们等着，我这就汇报给老爷夫人。爷爷病倒后，苏家和子欣越来越背道而驰，连一个下人都学会了狗眼看人低。老祖，你真的可以救爷爷吗？自然。好，走吧。爸妈，爷爷恐怕撑不过今日。什么？难道爸真的无力回天了？难道我苏家真的失去老祖庇佑了吗？老爷，你别这么想。如果苏家失去老祖庇佑，怎么会把亚斌送到我们家？虽然他不是苏家血脉，但他医术远超令臣。就算爸走了，他也能维持苏家神医命脉。对，你说的没错，我们还有亚斌。爸妈，爷爷的病其实不是天意。你说什么？是令臣哥给爷爷下的毒，这是我在他房间里看到的。但是令臣哥是苏家唯一血脉，我实在不懂他为什么这么做。爸妈，老祖回来了，他能治爷爷的病。哥，你怎么能随便带外人进苏家？你是想现在就把爷爷气死吗？混账东西，你居然敢回来！原来如此，果真非分是畜生身上。让本座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朗朗乾坤，八卦开张，照妖神技，形影正刚。老祖，怎么了？小畜生在供养杂碎之友。区区百年修为，竟敢觊觎苏家气宇，看本尊废了你的修为！苏亚斌，苏家待你不薄，你竟敢伤害爷爷！这个傻子怎么又回来了？竟然还学会了说话，难道邪神大人的术法失灵了？这个小鬼怎么知道我身上有转运替身？令臣，你会说话？妈，我会说话，是老爸妈，令臣哥带回来的这个小鬼会邪术，你们离他远点，我恐怕不是他的对手。苏亚斌，你死到临头还在演戏！混账东西，刚学会说话就贼喊捉贼！你先陷害爷爷，现在又想陷害唯一继承我们苏家神医之术的亚斌，你是想毁了我们苏家吗？令臣，妈真是看错你了。苏令臣，你学会说话又怎样？知道我的秘密又怎样？苏家没人会信一个傻子和孩子的话。爸，就算你偏见苏亚斌，也不能冤枉我害爷爷。今天老祖在这里，他会把爷爷救起来，告诉你真相事实。混账东西！苏家老祖是千年神语，你现在要一个小乞丐老祖，你是想让我们苏家当天选吗？你爸醒了都要叫我一声太太，混账！张嘴！哎呀！老爷，怎么他让你打你就打呀？因为他就是苏家老祖，是祠堂里走出来的苏家老祖。还敢胡说！我刚才是气糊涂了，一时走神儿，才被一个孩子给迷失心智。让你蒙蔽心智的不是本座，而是你的偏心，且知妄负本座赐你怀瑾一名。你说什么？小畜生，你究竟做了什么？本座让你弟弟说。白费力气，死老头活不久。亚斌，你说什么？
就是我给司老头下的毒，谁让他知道了我的秘密，他该死！亚斌，真的是你给爷爷下的毒？是你诬陷了应晨吗？爸妈，我被这个小妖女蒙蔽了心智，我知道我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只能以死明志了。哎，傻孩子，你做什么傻事儿？爸妈养了你10几年，难道不信你是一个外人吗？应晨哥，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吧？你要这么陷害我？我相信老祖，你伤害爷爷，不仅该骂，简直该死！苏令辰，我不管你是从哪里找来的小乞丐，在这里故弄玄虚，现在立刻带上他到老祖祠堂前请罪，跪个10天10夜。爸，这就是老祖，能把爷爷救醒，你自会知晓的。老爷夫人，大事不好了，老爷不行了，快带我过去，亚斌也跟来。怎么回事？我怎么出不了这个门了？好个邪祟，竟然会鬼打墙！好个邪祟，竟然会鬼打墙！鬼打墙，听起来很危险。看来孙亚斌背后的东西并不简单。老祖，我们不能孙亚斌害了爷爷。拿这种小儿科的东西就想困住本座，我们走。没想到他心思这么歹毒，都怪我资质平平，才给了他照拂爷爷和伤害爷爷的机会。苏家医术传内不传外，你学不会，是因为有人封了你的窍。今日本尊替你开窍。啊，这老祖，我好像全身的经络都通顺了。此乃还阳针，可解所有毒。你来亲自唤醒万神。好，走吧。怎么回事？你们是怎么伺候的？家主怎么突然就不行了？老爷，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刚才我就正常给家主擦手，家主突然就……爸，您就别责怪王管家了，要怪就怪亚斌医术不精，救不了爷爷。怎么能怪你呢？你已经很努力的在照顾爷爷了。要怪就怪令晨这个混账，居然因为嫉妒你的才能，然后就给爷爷下毒。苏令晨，等老爷子咽气，这世上就再也没有人能维护你，再也没有人能揭穿我。而你被邪神的鬼打墙困住，连老爷子最后一面也见不到。想得美！他们怎么出来了？难道邪神的鬼打墙失灵了？小叫花子不简单，今天老东西必须死！蠢货，世上所有人的心思，在本座面前都无所谓。也罢，千若使你灭亡，必先立你张婆。今日本座就来弃天行道。应晨哥，爷爷的情况不容乐观，你带一个外人来这里是何居心？苏亚斌，这是苏氏老祖，这里唯一的外人只有你。心思歹毒，不思进取，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令晨，就算你这些年资质平平，苏家有没有苛待你？现在你把爷爷害成这样，你还不知悔改吗？伯伯，有本尊在，无需不语。到底是谁害了爷爷？等我把爷爷救醒了，真相一切都会大白的。救醒爷爷，你的水平整个苏家都有目共睹，你连个头和脑儿都治不好，你有什么资格救爷爷？我不会让你们碰爷爷的。就连苏家最出色的亚斌都没有办法，你难道想让爷爷不得好死吗？家主不行了！爸，你撑住啊！爸，看来老东西彻底不行了，这下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他。爷爷、爸妈，我今天一定要救爷爷。伯伯，睡。苏凌晨，
这可是邪神给我的无解剧毒，就算这个小叫花子有2把刷子，也绝对解不了毒。既然你找死，老爷子只会死在你手里。贤孙晚生，太奶在此，该醒了。太奶，太奶奶，老东西怎么活了？邪神大人的毒是无解的，这个小杂碎到底什么来历？我要尽快把他的情况汇报给邪神大人。爷爷，爸，你醒了，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怀姐啊，我刚才好像听见太奶奶的声音了。那是因为您刚才差点咽气，看起来真的在鬼门关上走了一圈，好像听到了祖先的召唤。不对，不是太奶奶要带我走，是太奶奶把我叫醒的。是啊，爸，是刚才凌晨给你扎了一针，把你从鬼门关救回来的。爸病倒这么久，要不是亚斌一直精心照料，怎么会可能好得这么快啊？凌晨，过来。爷爷，你醒了，太好了。凌晨，你说话不结巴了？爷爷，我们的老祖他回来了，是他治好我的结巴，我的状态现在特别好，也是他救的您。太奶奶，万山，上次见你，你才一点点大，时间过得真快呀！小混账，你当我老爸老糊涂了，会信你的一派胡言？老子这一巴掌，老糊涂没有？老爷，你没事吧？哎呀，起开！爸，您干什么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您这一醒来就发疯，还说自己没老糊涂啊！小兔崽子，你还有理了！太奶奶是苏家老祖，岂容你在这里无礼！现在立刻给老祖道歉！爸，你叫这个奶娃子叫太奶奶，那如果令晨早结婚几年，给你生的太孙都要比他大了，你还说自己没老糊涂？岂有此理！看来在老子病倒这段时间，你个兔崽子就可以不服管教了。万山，太奶奶，是我教子无方，才让这个小兔崽子冒犯你。一不折不成器。不是，爸，你要干什么？你看这儿这么多人呢。小兔崽子，你竟敢冒犯老祖，我怕好！爸，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要打我？你就是80，也是老子的儿子。我数3个数，1、2、老东西为什么对这个小杂碎言听计从？难道他真的是苏家老祖？可邪神大人说过，苏家老祖神女已经走了几百年，怎么可能是个毛孩子？爸，你别打了！冰岛的日子是老爷操了整个苏家的里里外外，而且孩子们都看着呢。你今后让老爷在孩子们面前怎么做人呢？爷爷，您别打我爸爸了，要打就打我吧，我愿意替我爸爸挨打。小臭手，万山已死，还不逃跑？看来他和背后的邪祟还是舍不得放弃苏家这块肥肉。这次在做就好好会会你们。让他再冒犯老祖，吃里扒外。兔崽子，你知道错没有？我知道了还不行吗？太奶奶，你原谅这个逆子了吗？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还不快感谢祖奶奶的宽宏大量！谢祖奶奶宽宏大量。爷爷，你还记得之前是谁害的你？是他！什么？不是，爸，你看亚斌干什么？
你生病期间，要不是亚兵给你悉心照顾，哎，就算他苏令辰有天大的本事，还不可能治好你。是啊，爸，您是不是误会了？我记得，在我昏迷前，只喝了他送我的补品。什么？亚斌，真是你给爷爷下的毒，你还想诬陷令辰，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苏亚斌，现在爷爷亲口指认你，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爷爷，我知道我身上流的不是苏家的血，之前是因为令辰哥对医术一窍不通，所以我才能有一席之地。现在令辰哥能正常说话了，或许也略懂些医术，我已经没有用了。但就算是做弃子，我也要走得干干净净。爸妈，亚兵来世再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哎，是苏家研制的鹤顶红。哎，是苏家研制的鹤顶红。你看来你对了。爸妈，爸，现在令辰能说话了，但是你却要抛弃亚兵，还让亚兵以死明志。这件事如果传出去的话，岂不是让我苏家遗臭万年？我之前就觉得这孩子有问题，可惜我一直抓不到把柄。现在连太奶和令辰都这么认为，我的直觉一定没有出错。只是婉姐说的也有道理，不能让苏家名声扫地。万善，本座罚了。好了，你们都记住，太奶奶是咱们苏家老祖，你们要先敬她，后敬我，懂了吗？知道了，你也赶紧休息吧，爸，一把岁数了，就别再折腾了啊！好了，老爷，你就少说两句吧。明明你最担心爸出事了。爸，那我们先走了，你好好休息。爷爷，那我也先走。爷爷，老祖，那我也先回去了，你们好好休息，有事喊我。慢着，怎么了，老祖？以前你的气被邪祟教化，七窍不通。虽然本座帮你开了窍，但是药学理论还是要靠你自己来领悟。用心研学这本书，可以弥补你之前落下来的所有知识。谢谢老祖，我一定好好学习。太奶奶，您这次怎么回到苏家了？太奶奶，您这次怎么回到苏家了？苏家有难，本尊睡觉都不踏实。都怪我治理不精，打扰到太奶奶清修啊！不怪你，是有东西侵上了苏家这块风水宝地，而等凡人不是那东西的对手，很正常。什么？什么东西？好大的胆子！杀气之源，苏家收养的那个小畜生身上，邪祟本起，竟是藏得隐秘。万岁莫怕，本尊现身，那东西藏不住了。这是什么法宝？太奶奶，这是手机，来，我教你玩。千里传音，容纳万物，倒是个好东西。先生大人，
邪神大人，计划失败了。那个金发带回来的小鬼竟然把老家伙救活了。什么？他竟然回来了？那小乞丐很厉害吗？那我还有机会彻底取代苏应辰吗？当然，你的贪婪是本尊最好的养料。过来，伸手。哦，这是你取代苏令辰的法宝。多谢邪神大人，等我彻底找到苏家，一定给您供奉全城最旺的香火。太奶奶，您看这个，您要是喜欢了，我立马给你下单。这个法宝有些意思。老祖爷爷，你们要的快递我都拿过来了。哎，爷爷，你别把老祖带坏了，你们两个得多吃健康食品。哎呀，你终于来了。老祖点亮的快递里面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法宝呢？这是爷爷，这是你众人求购的，看这包装上的花纹，莫非是某种失传的封印阵法？啥？盲盒？盲盒是何物？这个药好喝。老祖，这叫盲盒，玩的就是心跳，跟赌博一样。有的人千金散尽，买了一堆垃圾；有的人运气太好，花了几十块钱就买到了价值千金的限量款。荒唐！花钱买荔枝，冤大头！现在的凡人真难懂。太奶奶，此言差矣。这盲盒啊，玩的可不是塑料，玩的是运势，是惊喜呀！哎，爷爷，你这心态比我还潮呢。那当然了，在太奶奶面前，我就是个小孩了。不大爷。老祖，你别被爷爷带跑偏了，这就是现代商家的骗局。想要拿到隐藏款，这概率啊，比中彩票还低呢。300年后的人类审美技艺突发至此，这孽障莫非是域外邪神的法相？本尊不信，既然是阵法，必有生门。这几个解释动来，开！全是隐藏款，这桌子能换江城一套房啊！老祖，你简直是欧皇转世，你帮徒孙也点一个，就一个，好不好？哎呀，荒唐荒唐！苏家就要大祸临头了，你们居然还在这里玩小孩子的把戏！那东西坐不住了，爸，现在全城瘟疫爆发，苏家都躺满了，我是压不住了，你要不赶紧去看一看？什么？公孙带路。好，我把你也一起。哎，令臣，你不能去！现在全城都在生死边缘，亚兵正带着他研制的解灵丹在街头施药，你可倒好啊！虽然现在能说话了，但是你却只能在这里拆盒子。混账！住口！太奶奶说令臣能去，他就能去。爸，你糊涂啊！苏家100年的这个神医声望，难道要毁在这样一个玩物丧志的傻孩子和一个不知深浅的奶娃子手里吗？爸，你现在这副样子，哪还有半点家主的威严？混账！你还没资格教老子做事儿！瘟疫横行，我苏家绝不能坐视不理。太奶奶，请移步大堂，主持大局。娃娃，本尊赐你的那本母书，你看得如何了？回老祖，书中记载的针法和要领，令臣已全部熟记于心。万岁，你不必忧心，这娃娃如今的遗属，你是苏家第一，今日这瘟疫便由他去解。什么？
苏家第一。哎，苏令臣现在连草药都认不全，他拿什么去解瘟疫？难道就凭这件塑料盒子吗？爹，这种人命关天的场合，带个4、5岁的小叫花子去，只会让全城人笑话咱们苏家无人。这一巴掌是打你不敬尊长，你现在清醒了没有？苏老家主，救救我们吧！这个病太可怕了，昨天晚上还只是咳嗽，今天早上皮肤就发黑腐了，用了消毒散都毫无作用。怎么会这样？江城百年未有如此气度，这源头又是从何而起呀？爷爷不必忧心，我的血灵丹专治此症。我好了。亚斌，你真是不负众望。爸，您看到了吧？这才是咱们苏家的希望。什么老祖，在亚斌的神药面前，简直不值一提。亚斌，你的血丹气味腥臭，其药力如此霸道，绝非我苏家药典记载之物。你这药方到底从何而来？应晨哥，这就是天赋。我自学医书，在古方医术上进行改良，难道还要向你报备吗？自学才是自寻死路，这哪里是救命神药呀？分明就是回光返照的夺命丹！住口！你这小妖女，这分明是看不得亚兵立功，然后你就在这里诅咒救命恩人。来人呐，把这个小乞丐给我关进柴房，没有我的命令，谁也别放他出来！苏怀瑾，你可知全城有多少人服了这颗夺命丹？整整有3万份，整个江城的百姓和权贵都抢着要，亚兵分明救了全城人的命。3万人，苏亚兵，这3万条人命，你这条线栽不起。爸，不能再喂了，这药在收他们的心脉啊！逆子，给我跪下！亚兵没日没夜的炼药救人，你却陪着这个小乞丐胡闹，你这是让全城的百姓给你的嫉妒心陪葬吗？哪来的野孩子在这里咒人死？苏二少爷可是真神转世，你这个小神棍就应该被乱棍打死。亚斌，委屈你了，爸爸妈妈是不会信这个小乞丐的。妈，我能理解，爷爷毕竟更偏爱亲孙子，就算令晨哥想抢这份功劳，我也愿意让给他，只要百姓能活。一群蠢货！你们辱骂的可是苏家老祖！呸！什么老祖？苏老家主，你老糊涂了，这分明就是一个没有家教的奶娃子。你说什么？万岁莫慌，常言道，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铭记于心。既然要看真相，那便由你们，不是要剥本尊吗？带路。老祖，你怎么不反抗呢？那3万人要是真出事了，咱们苏家就彻底完了。急什么？本尊赐你的补书里面有一招逆转乾坤，你可记熟了？记是记熟了，可是没有人信我。不出3天，他们会跪在门口，扑着请本尊出去。不错，这9转回阳针的要诀，竟只用了1日便悟透了。都是老祖教导有方，以前我觉得这些犹如天书，现在觉得豁然开朗。你是本尊亲自开窍的，苏家麒麟儿假以时日，苏家最强家主之位，非你莫属。老祖，3天期限已到，真的来得及吗？听，报应来了。
老爷，你还在撑什么？那丫头的预言全都应验了，服用血丹的人病情全都恶化了，连其自己都……闭嘴！这只是巧合，那亚斌肯定已经在想办法了吧？你说，我堂堂一家之主，怎么能去求一个被我关起来的小神棍？女子还在做你的春秋大梦？爸，你在做什么呀？睁开你的眼看看，这就是你信赖的好儿子干的好事儿，全城几万条人命啊！你要么被老子打死，要么立刻滚去，老祖请了来，否则这全城的冤魂你一个人背。老祖，是我有眼无珠，求老祖开恩，救救怀瑾，救救苏家吧！老祖，带路。阿姨，你竟然背着我去求这样的小丫头，你让我这脸面往哪儿搁呀？脸面，苏怀瑾，是你的脸面重要，还是命重要？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去死，更不能让苏家为了你的面子背负千古骂名。混账东西！万一是为了救你，为了救苏家，我看他比你这个是非不分的蠢货更有苏家风范。这不怪我，是这次瘟疫太凶猛，病毒变异了，跟我的九灵丹没关系。我的药明明一开始是有效的。爸爸，本尊叫你的也都熟记心中了。回老祖，令臣已融会贯通。那就从他开始。苏立晨，你要干什么？你平时连个感冒你都治不好，你想给我扎针吗？我不信你，我要亚兵来救我。爸，说实话，我对你有怨气。从小到大，无论我怎么努力，你眼里就只有他。你，但是老祖教导过我，医者仁心。现在，您不再是我那个偏心的父亲，您只是我的病人。作为苏家医者，我要对我的病人负责。你，好像不痛了，然后现在胸口也比较平顺了，只是暂时压制的毒性，后续还需要调理。好，不愧是我苏家的种。我被剪了，这怎么可能？这个小娃娃是本尊亲自开创，世上已经没有能难到他的毒了。怎么会？真的是令臣救了我，这针法居然比父亲的还要精妙。你现在信了？你这个瞎了眼的蠢货，放着自己的麒麟儿不疼，反而把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当成宝贝。令臣的医术现在已是苏家第一，就连我也自愧不如。爸，我……大家别怕，我有办法救你们。他竟然真的开窍了！他竟然真的开窍了！
苏令辰要是成了救世主，我在苏家还有什么立足之地？不行，绝不能让他抢了我的风头。我与便是以血祭之。苏令辰，这是你逼我的。怎么会这么痛？怎么感觉比之前还要痛啊？怎么回事？我的阵法明明已经封印了毒性，脉象为何突然逆转？老祖，这罗马魔花，医术救人，法术除魔，还有我在。孽障，在本尊面前还敢放肆！放！这是什么鬼东西？这就是苏亚斌给你们吃的神药。脉象稳定，毒素全清。这是苏家唯一的血脉，难道真的保不住了吗？小娃娃，醒来吧。太奶奶，是你50年前救我那次，也是铃声。我苏万山此生无以为报，唯有誓死追随老祖。苏亚斌，你给我看清楚了，这就是你的血灵丹，这分明是害人的蛊毒。你头脑弄了这种邪乎，你究竟想干什么？我不知道，这不是蛊毒，这是意外。亚斌，你快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不是一直说这是你研制的神药吗？亚斌，你快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不是一直说这是你研制的神药吗？爸妈，爷爷，我只是在一本残破的古医书上看到的这个方子，我以为这是失传已久的神药。爸，我知道我身上流的不是苏家的血，所以我很害怕，我害怕自己做的不够好，怕您不要我了。我只是太想立功，太想证明我也是苏家的儿子。傻孩子，爸爸怎么会因为血缘而轻视你啊？孩子，既然我已经酿成大祸，害了百姓，那我只能以死明志了。你别冲动了，你让他死。既然觉得自己有罪，那就动手，别怕，我就在这看着。等你咽了气，本尊就立刻施法，把你救回来。怎么样？敢不敢？你说什么？亚斌他也是一片好心办了坏事，他本心不坏的呀。苏怀瑾，在一个坑里摔1次叫意外，摔2次叫不长记性，摔3次叫脑残。苏怀瑾，在一个坑里摔1次叫意外，摔2次叫不长记性，摔3次叫脑残。小畜生演戏演多了，你看戏你看傻了。我知道，我最大的罪孽就是不姓苏，我不是苏家的亲生儿子。爸妈，你们知道我有多羡慕令辰哥吗？他生下来就拥有苏家血脉，而我只是个养子。不管我再怎么努力，到头来我都只是个外人。我只是太想证明自己，太想配得上苏家少爷的身份，所以才会被那个蛊方蒙蔽。怀瑾，亚斌这孩子也是因为自卑才……爸，亚斌虽然有错，但是他罪不至死啊！在查清那个所谓的蛊方来源之前，咱们各退一步，这样我把亚斌关禁闭，绝不让他踏出房门半步，直到真相大白。好啊，既然你想不安，那就不安吧。你的主子保不了你多久了。
废物！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还让那下丫头破了我的蛊毒！先生大人饶命！都怪苏小薇那个丫头太邪门，她手里有法器，我斗不过她呀。哼，既然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本尊的耐心已经耗尽了，必须下狠招，彻底夺取苏家气运。大人，你有什么法子？只要能弄死苏灵芝和那个老不死的，你要我做什么都行。很简单，苏家气运最盛的，除了那个老不死的，就是现在的家主夫妇。我要你献祭苏怀瑾和杜婉仪。献祭他们？怎么舍不得养育了你10几年的父母？不过是2个好骗的蠢货罢了。这10几年来，我叫他们爸妈，都快把我自己恶心吐了。只要我能够掌控苏家，只要我能够飞黄腾达，别说是献祭他们，就算是把他们祖坟刨了，我也愿意。大人，什么时候动手？这就是我疼了10几年的好儿子，这就是我为了他一次次伤害亲生骨肉的好孩子，我真是瞎了眼啊！不行，我得告诉怀瑾，绝不能让这个畜生伤害苏家。妈，这么晚了你要去哪？是不是听到了什么不该听的？亚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回头吧，只要你肯回头，妈就求老祖饶你一命。回头？求老子？杜婉仪，你真是蠢到无可救药！到现在还想用你那廉价的母爱来讲话？实话告诉我吧，每一次叫你妈，我都觉得无比恶心。你们不过是我上位的垫脚石，现在该发挥你们最后的价值。你这个畜生，你会遭报应的！报应？那也是你先死！邪神大人，请尽情享用吧！这副身体虽然弱了点，但也勉强够用。婉仪，你怎么把亚斌带出来？这真相查清楚了吗？亚斌他是无辜的，真正有问题的是那所谓的老祖。昨晚神明托梦告诉我，那小神棍其实是专门来夺取苏家气运的妖孽。这怎么可能？他明明治好了我的病。那是障眼法。怀瑾，你难道连我的话都不信吗？走，带我去苏家祠堂，我要当众揭穿那妖孽的真面。行了，爷爷老总，我按照古法改良的清心露终于成功了，药效比之前的提升了3倍左右。是这个回头杀你给隐藏回来。感谢榜一大哥送的餐饮宴，家人们看见没？这是我太奶奶，活的如假包换的苏家老祖宗。你看，哎呀，太奶奶，您看这人气，比咱们苏家开新闻发布会还要热闹啊！真希望时间能永远停留在这一刻，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小厨子，小厨子。不好了，
老祖爷爷，我爸带着苏亚斌去了苏家祠堂。什么？祠堂是苏家禁地？怀瑾怎么会把那个小畜生放出来？还是去到那里？他疯了吗？娃娃，乖孙，别慌。老祖，那可是苏家祠堂，里边供奉着苏家的列祖列宗的牌位。要是被苏亚斌那个祸害毁了，这就毁不了。本尊早就要的，那乔大姨忍不住了，所以在祠堂里放了一些特别的饵料。走吧，去收网。家人们，太奶奶要去办点正事儿。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明天再给你们展示太奶奶的法宝。回见了您。太奶奶，祠堂那边真的没问题吗？放心，本尊的基本还轮不到几只冲头在那儿撒野。走吧。万爷、亚斌，这里就是苏家禁地了，只有历代家主和老祖认定的人才可以进。我们这样擅闯，是不是不太好啊？怀瑾，你怎么还这么迂腐？我们就是因为敬重老祖，才要进去啊。是啊，爹，那个小神棍冒充苏家的神女老祖，这是何等欺师灭祖的大罪！真正的神女老祖，那是何等尊贵的人物，是9天之上的仙女，是庇佑苏家100年的神明，怎么可能是一个只会吃零食、玩手机的小屁孩呢？怀瑾，你想想，如果让列祖列宗知道我们任由一个冒牌货在苏家里作威作福，那老祖降罪下来，那苏家可就真的要遭受灭品之灾了。我们进去是为了请出真正的老祖法系，揭穿那个冒牌货。你们说的对啊，神女老祖不容侵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一个冒牌货毁掉我们苏家的情誉。走。走。好精纯的灵气，不愧是100年世家的禁地。这股气韵简直比那几万条人命还要美味。只要吞噬了这里，我就能彻底重塑肉身。万爷，你怎么了？这怎么可能？这阵法中竟然蕴含着那个小丫头的本源气息。万爷，你别吓我呀！这好端端的，你怎么会吐血啊？肯定是苏令辰搞的鬼。这祠堂平时只有他和爷爷能进来，肯定是他在这里动了手脚，想害死妈。怀瑾，我感觉我体内有股邪气乱窜，这是那个冒牌货和令辰联手下的毒咒。苏令辰，你好狠的心啊，连亲妈都不放过。精彩，真是精彩！这喊捉贼的戏吗？你们演的倒是越来越熟练了。吐血，拼音不配。祠堂里的灵气乃是本尊亲自布下的，浩然正气。像你这种阴沟里的畜生，也配享受？没当场把你震得魂飞魄散，算你命大。你胡说！明明是你和苏令辰心怀不轨。爸，你看，爷爷被他们蒙蔽了，竟然帮着外人害自家人。连亲妈都害。亲妈？我看他是鬼上身还差不多。怀瑾，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站在你面前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住口！我只看到你们把万一气到吐血。苏令辰，我苏家没有你这样大逆不道的儿子。从今天开始，你给我滚出苏家！苏家不要你这种要弑母的畜生！爸，在你眼里，我就是这种人吗？苏怀瑾，本尊原以为你只是蠢，没想到你是无可救药。现在本尊就让你看看他的真面目！孽障，
滚出来！怀瑾，快死掉他！救我！老夫在烧我的魂呢！别动，他在别出邪祟。万一，我来救你！爸，不能死，那是邪神啊！万一，爸，你为什么就是不信我们啊？我信什么？亚斌是我看着长大的，这10年来，我头疼脑热的时候是他陪在我身边，我公司创业受阻的时候，也是他鞍前马后。而你呢？你只会流口水。你现在变正常了，你就可以指着你无辜的弟弟说他是恶魔吗？好，既然在你们眼里我是歪门邪道，那从今天起我就与你断绝父子关系，您的父爱我也不要。娃娃，别哭了，确定你来牵上。这次谁敢拦，本尊就废了谁。叶子，你想干什么？畜生！畜生！怀瑾，你听听这个畜生在柴房那天都说了什么？父母，哼，不过是2个好骗的蠢货罢了。这10几年，我叫他们爸妈都把我自己恶心吐了。只要能得到苏家，只要能让我飞黄腾达，别说献祭他们，就是把祖坟刨了我也愿意。这都是真的！爸，这是合成的，是他们诬陷我，你一定要相信我呀，爸！我苏怀瑾瞎了眼，竟然养了你这样的白眼狼！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既然你们不给我活路，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苏怀瑾瞎了眼，竟然养了你这样的白眼狼！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既然你们不给我活路，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邪神大人，救我！我要让苏家所有人给我陪葬！肉包子打狗，你以为他会救你？他只是饿了。这副躯壳终于完全属于我。苏小薇，你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娃，修为大限，你拿什么跟我斗？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是吗？那本尊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神威难测。神域老祖，灭！爸，你的修为，碧晨，爸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是个失败的母亲，我不配做苏家主母。碧晨，爸妈，有些伤害一旦造成了你们父母，从今天起，你们只是苏家的长辈，不再是我的父母。报应啊！这真是报应啊！老祖，令臣，我们罪孽深重，从今天起，我和怀瑾搬去祠堂，日夜归守，为苏家祈福，直到洗清身上的罪孽。爸妈，有些伤害一旦造成了你们父母，从今天起，你们只是苏家的长辈，不再是我的父母。报应啊！这真是报应啊！老祖，令臣，我们罪孽深重，从今天起，我和怀瑾搬去祠堂，日夜归守，为苏家祈福，直到洗清身上的罪孽。老总，这个能拆出隐藏卡吗？老祖万岁！老祖万岁！真好啊！苏家有老祖，有令臣，这福气还在后头呢！哈哈哈哈。